买房会不会很复杂？如何找到自己心中完美的房子呢？现实是每一套房子都不尽完美，但哪怕这个房子只有一个优点，但又刚好符合你的需求的话，那就不会错了。Your mind is clearer than before. Your heart is full and wanting more. Your future's at the door. Give it all you got. No hesitating. Hello， 大家好，我是 Ellie。房地产本身呢，确实聊起来还蛮严肃的，因为呢，房地产我们牵涉的是一笔钱。而它也是一个承诺、一个负担、一个梦想，所以大家在选择适合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一定会经过一些挣扎、选择困难症，甚至跟家人讨论好几遍的。那今天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nasi wa uji baba。那我应该买的是市中心的豪华公寓，还是周边的有地住宅呢？好了，所谓的市中心呢，就是指吉隆坡双子塔5公里的范围里面的住宅公寓，而郊区呢，我们指的是距离15公里以外的有地住宅，就是我们这里本地人说的排屋、联排。那还有呢，就是这个中价的公寓，那当然还有更多的就是商业店铺这些商圈这样子。那我们又靠近市中心，又更多的华人聚居的这个社区呢，我们就有甲洞、Kebong、蕉赖、Cheras， 还有 Bukit Jalil、5级加里尔。首先呢，我们就从交通、便利设施，还有商业活动、学校、医疗等等的方面的优缺点都研究一下。公共交通的话呢，说实在的，在双子塔周边，你哪一个角落，你步行15分钟的时间里面，你就会站到捷运、MRT。吉隆坡市中心的话呢，我们目前已经启动的就是捷运的 MRT Line 1还有 Line 2 1号线还有2号线。那在之前已经有的呢，就是 LRT， 就是一个比较旧的轻轨火车。那还有呢，就是 Monorail， 一个小型火车，就在市中心里面穿梭转一圈这样子的。可以发现，其实我们吉隆坡还有很多的发展空间，因为在别的先进国家的话呢，通常都有10多条线的啦。那我们住在市中心的这些公寓，从家门口出来，就你从公寓出来，步行距离里面呢，就可以到达公共交通，非常的节省时间，节省你的开车的时间，让你的生活呢是更加便捷。相反的呢，就刚刚所提及，我们市中心周边的这个社区因为我们的地方大，而且公共交通的设备呢还没有很完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开车出来，又或者是我们花时间等待 shuttle bus 这个巴士来接载这样子。那马来西亚的天气那么热情，白天步行的话呢，女生的妆会融然后男生暴汗，而且有味道，所以这样会很不方便。也就所以呢，有很多人都会问说，马来西亚人都不走路吗？大家都开车吗？大家都已经开车习惯了，就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白天出门的话呢，我们都是会开车的。那我们说到便利设施的话呢，其实都大同小异。那我觉得是大同小异的，因为呢，在市中心一定是发展成熟的生活配套。打个比如说，如果我是住在 TRX 的话呢，哇，我住在楼上下楼，每一天都有不一样的餐馆可以给我选，可以吃日本餐啊、韩国餐啊、西餐啊，又或者说，我今天觉得我这套衣服穿旧了，我忽然间想要买一套新的就马上下楼去换一套最新季节的这个服装也可以，就是这一种生活方式。那住在市中心的话呢，体验到的是豪华舒适生活享受。而我们是在吉隆坡周边的话呢，比较多的是更接地气的市集比如说早市夜市或者14中心商业店铺。生活在这里的方式呢，大部分就是这样子，就是一家人想吃饭的时候，就开车来到商圈，转几圈，然后找个车位，把车停好后呢，就走到想要吃的店铺，再逛逛附近有什么需要购买的东西，然后再开车一起回来这样子。而来到学校这一方面我们马来西亚是没有一个所谓的学区房的规划，就每一个社区呢都有当地的好学校，所以很多时候呢，我都会跟这个要买房子来陪读的父母说，你们先选好学校，再来找学校附近的房子，这样子就是这个原因啦。那我们在这里综合一下市中心豪华公寓的优缺点。
我们先谈一下优点哦，在市中心我们可以享受到的呢，就是第一，生活的便利，因为我们就直接住在核心的商业区里面，那我们就是这个交通方便啊，公共交通等等的，所以我们节省了很多的时间，还有精神，对吧？就好像我的一个朋友哦，他是在商务圈 Jalan Sultan Ismail 工作，那他每一天下班可以乘搭 monorail， 就15分钟的时间里面一定回到公寓。那他把节省下来的时间呢，都花在这个健身房啊，每天去做运动啊，又或者呢报名一些小课程去增进自己。然后第二就是它丰富的这个公寓设施，还有高端的社交圈，因为我们生活在这里，我们的邻居、我们邻居的朋友等等的，那我们的生活的圈子是不一样的。然后第三，在市中心呢是适合快节奏的生活方式的个人或者是年轻家庭，因为我们还年轻哦，还要打拼工作啊，时常就会加班啊，或者是提早上班等等的，所以住在市中心的确就是更加的适合的。而在市中心有什么缺点呢？首先第一，它的空间是比较小的，就我们所看的户型啊、房子啊都是更小的，对吗？而且呢，它的生活成本也更高，因为我们进出的都是这个名牌餐厅，还有超市去买菜这样子，所以生活成本是更高的。然后第二就是噪音，还有城市的喧闹，有可能会影响自己的生活质量。而如果是城市周边的有地住宅呢，有什么优缺点？先来看一下优点吧。那有地住宅呢，我们可以得到的是更宽敞的居住空间，更大的房子啊，更多的这个活动空间啦。就比如说我们是住有地住宅那个 landed homes 的话呢，通常我们的屋子的旁边或前后都有属于自己的私人花园。那在这里呢，可以种花种菜，就养宠物，让孩子跑跑动动，更多的空间，户外空间。那它是适合大家庭或者是有饲养宠物的主人的。对了，说到宠物，因为呢市中心有很多公寓是不让养宠物的这样子。那第二还有就是环境的安全，隐私性强，因为通常呢我们这里是有围篱保安啊，而且大家相隔的比较远，房子跟房子的距离更远的，所以大家是更安静，而且环境更加清幽这样子。然后第三，长期来说呢，这个有地住宅它是有土地增值的潜力的。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缺点咯。那如果我们住在的这周边的地点啊，那我们上下班或者是再送小孩子上学的时间呢是更多的。而大部分的马来西亚家庭呢都是有再送小孩上学放学的习惯。那在这里呢，比如说30分钟去学校，然后再回来，然后又再去接送小孩这样子哦，每一天会花在这个交通的时间大约是1到2小时的。就我们花费在交通的时间是更长，那无形中是增加了我们的交通成本，还有就是我们精神的消耗。然后第二，房屋还有庭院维护的成本，这就包括了这个围墙的维修啊、刷漆。那如果尤其你不是长期居住的话，那我们还需要聘请人来帮我们打理房子这样子。因为我的团队呢是有做2手房市场的那个出租的，那我们可以看得见呢，很多这个单身人士哦，都是住在这个市中心里面，因为呢，他们多数就是还在城市拼搏的，那他们是选择住在市中心，他们拼事业，除了拼事业之外呢，他们也是要享受生活啊。那放工过后呢，就不需要花费时间在交通，直接楼下办公室楼下附近呢，就work hard play smart happy hour。那放工过后呢，就是享受热闹的夜生活，当然呢，也就是顺便扩展自己的社交圈子这样子，所以这个是年轻人的为什么住在市中心的原因。除了年轻人，其实我认识蛮多的老人家呢，他们退休过后，他们其实想要住在市中心，那有很多是说因为想要靠近这个商业广场，平时如果是自己不想煮的话呢，就步行的距离里面可以买得到这个食物啊，或者是所需要的生活用品。那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想要靠近医疗中心，所以对于他们来说，住在市中心反而可以更加满足到他们对于生活在这一方面的需求。
而另一方面呢，通常育有小孩子的夫妇啊或者家庭呢，就会选择住在郊区的有地住宅了。那很大的原因就是要让孩子、家人拥有更多的玩乐还有学习的空间，需要更多的房间，甚至有些时候呢是3代同堂的，又或者是居住在父母的附近，以方便互相照顾照顾父母，那父母又可以照顾小孩。那我们一家人住在周边的话呢，生活成本也更低，然后那个生活的居家空间也更多，所以也就是这个原因，我们是根据不一样的年龄层还有背景啊，去选择到底我是应该住在市中心还是城市的周边。今天为什么会做这个视频呢？因为也是有收到很多的询问呢，就是我也想要看看市中心，那我也想要看看周边郊区的城市是怎么样的生活情况这样子，所以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当然，如果在镜头前的你有什么一些特别的看法或者是意见的话呢，也非常欢迎的在我的留言区留言给我看一下。好了，那我今天的分享呢就来到这里了，记得点赞、订阅还有分享。有机会的话呢，我会分享吉隆坡和周边到底有什么有地住宅可以选择，不要错过哦。而我们就下一集见了，拜拜。还有个蹦还有5级加里尔，还有这个，再来多一次。而我们的房地产来叶山，而我的团队呢，除了这个，而我的团队呢，也是有做这个二手买卖，还有出租出售的这个